新来的就是不懂规矩，这点东西就当交保护费了，在这儿得论资排排，懂不懂？瞧这细皮嫩肉的，生前怕是没干过什么粗活吧？可惜了，在这儿细皮嫩肉可不管用。我只拿了那么一点，我自己都不够，求求你们！求？这儿没人听你求。活着的时候谁都欺负我，死了之后还是谁都欺负我。到底要变成什么？到底要变成什么才能不再被人欺负？我跪了一辈子，求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这是什么？不对，大家快跑！是剑，是剑，它变成剑了！我不走了，我不走。有鬼！你不是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不是瘸子吗？你怎么会？对，我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我给你烧纸、烧香、烧别墅、烧汽车，你要什么我都烧给你。求求你别杀我，我那时候也是没办法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。这是谁的孩子？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身体只是被征用了一块土地，在上面种下了不属于我的庄稼。他们是那2个人渣的血脉。妈妈。不对，我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干这个的。他们只是孩子，我刚才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这栋楼里还有别人，楼上、楼下，他们和我没有仇。这把风到位。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们，是你们的魂魄太好吃了，让我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就好。姑奶奶，祖宗饶命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100个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当年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放过我了吗？我记得我活着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好像有过什么别的东西，可我想不起来了。我不能靠近他们，离他们远一点，离他们远一点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我和他们无冤无仇。走啊，快走！我不想再伤人了，我不。大人，你也不必太过难过。他生前确实命途多舛，但他死后除了报仇之外，已经害了太多无辜的阴魂了。那些没得罪过他，只是刚刚离体就被他吃掉的阴魂，谁又为他们难过呢？我知道，可以想到他的遭遇，还是会很难受。既然事情已经了结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辛苦了。究竟要怎样才能杜绝？唯有买卖同罪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吧。牛哥、马哥，你们可算来看我了。
坐吧，老弟。牛哥，嘿嘿，这可是我有了独立办公室之后，你们第一次过来坐坐呢。我还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。老弟，哥哥们自然不会空手来你这儿。来，喝酒。呵，痛快！老弟，我跟你讲，喝酒就得大口喝才过瘾，细品慢咽那是你们凡间的讲究，在这儿咱就图一个爽。老弟，听闻你在阳间斩杀了一支恶剑，干得不错，没给哥哥们丢脸。你那帅战用的可还行？老弟啊，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自从你上位之后，地府里有很多人不服你，咱们兄弟几个看在眼里，要不是老陆拦着，有几个刺头，我早就亲自上门去敲打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自从黄泉路那件事之后，你把那300个孤魂全带进城，把城主的金库全抄了，那些声音就消停了一大半。还有你今天斩了那支箭，这帮人嘴上不说，心里是有数的。你这个位置坐得越来越稳了。牛哥，黄泉路上有那么多孤魂野鬼，你们之前都不知道吗？这事儿其实我们知道一些，因为一些原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是不曾想他们竟敢放肆到那种程度。几百个孤魂滞留在黄泉路上挨饿受冻，连城门都进不去，那是我们失察了。老弟，买路钱这种事从古至今一直都有，莫说地府，就是你阳间现在也依然存在。我们作为阴帅，已经有数百年未曾踏足黄泉路了。每日勾魂任务繁重，勾完了只需将魂魄推入城门便可。那些小鬼摸透了规矩，知道我们不去巡视，自然就胆大起来。原来如此，老弟，你可知那大肆敛财的城主背后是谁在撑腰？不就是他那个在主簿位置上当差的哥哥吗？6案公超手下的一个小主簿，靠山也就那么大点，还敢到处攀关系。老弟，他那哥哥不算什么，主簿而已。崔判随便一道批文就能免了他的职。重要的是，他哥哥所属的派系有人在那条线上给他们撑腰。什么派系？天庭由佛道共治，老君门下是道，如来座下是佛，两边各管半边天。那么地府也是一样。那个城主后面是佛教那边的势力。想什么呢？不关他老人家的事儿。地藏王发下大愿，绝不可能是纵容下属作恶的人。那是啊。地藏王菩萨高居九幽之上，并不理会诸多琐事，自然也不参与派系斗争。但他手下的徒子徒孙就不同了，有的人修行修了几百年，还是卡在同一个瓶颈，心思就歪了，总觉得走正道不如走捷径，光明正大的积攒功德不如暗地里收点香火钱来得快。这种人，阳间有，地府也有。阎罗王如此看重你，正是因为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，你没有师承，没有山头，没有要孝敬的前辈和要维护的同门，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处置很多事情，而不用担心得罪哪一方的势力。你可明白？行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老弟，日后若是有空，早些下来，多转转，发现任何不公之处，尽管上报便是，不用怕得罪谁。你现在怕得罪的，以后迟早要得罪干净。对了，老弟，下次来记得带点阳间的花生。你这地府的东西虽然不差，但总觉得少了点烟火气。老弟啊，有个叫于小磊的人，你待会儿处理一下。要是个好人的话，你就带去赏善司，你也更好去认识一下魏派。知道了，你赶紧去忙吧，这些小事就交给我吧。魏征啊，7世纪地球上最强碳基生物的左膀右臂，生前怼皇帝，死后阎罗王亲自请来当赏善司判官，专管论功行赏，褒扬善行。这岗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一个连皇帝都敢骂的人，还怕谁给他塞红包走关系？期待，真是太期待了。于小磊，男，2018年9月5日卒于蓟省保市。好，就是你了。今天能看到魏征了，有点激动。不知道今天的案子是什么呢？你吃，哥不热。哥你也吃，你不吃我也不吃。爹对不住你们，你们妈以后就靠你们了。老大，你是当哥的，多担着点儿。
爹，你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弟弟，我发誓。好了，还能再穿一季，等妈下个月发了奖金，就给你们一人买件新的。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，把桌上的粥喝了再睡，妈吃过了。2个月前还好好的，就咳嗽几声，怎么人就不行了呢？走，回家，以后哥管你。小磊啊，婶子家包的饺子，茴香馅的，你和你哥趁热吃，不够再过来盛，锅里还有。你妈以前也爱吃茴香馅的。你好好念书，别的事不用你管，哥能挣钱了。今天的车特别多，下学期的学费差不多快够了。又得奖了，没爹没妈的野种，贴奖状给谁看呢？你妈在天上看得见不？急什么？玩会儿再走嘛。你那修车的哥哥今天来接你不？哥，通知书收到了，但我不想读了，读了3年高中够了。你去看看你的手，也该歇歇了。我去打工，你等着，我让你过好日子。你小子谁让你不读书的？我手怎么了？又不跟他干活，你读书我养得起你。哥，读书不也是为了挣钱？我现在能挣了，咱俩一起，日子准好。我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，嫂子你眼光太好了。今天所有酒都归我，谁都不许灌我哥，谁灌他我跟谁急。哥，我要当叔叔了，侄子的见面礼我都存好了，够买一屋子奶粉。你哥说了，你冬天就那一件棉袄，都穿好几年了，棉花都硬了，穿着惯风。他那双鞋破了都没舍得换，就为了给你攒钱买件新的。你要是不要，他该急了。我当时啥也没想，那河里有人就得下去捞。我当兵的时候跳海都跳过，一条河算什么？孩子，醒醒，醒醒啊，孩子，你才多大，不能就这么睡着。你家里人还在等你回家吃饭呢。没气了，他死了怎么办？走走走，别等我说是我们弄死的，我们就是来钓鱼的，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不是于小磊吗？哎呦，咋淹死了？赶紧给他哥哥打个电话来收尸吧！多好的小伙子，上个月还帮我搬过东西。大爷，您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让于家人跟您联系。您这浑身都湿透了，赶紧回去换身衣裳，别感冒了。您这么大年纪还下水，真是。哎，到底是老了，要是再年轻20岁，那孩子说不定能救回来。也不是想要啥，就是那孩子的家里人怎么连句话都没有呢？哪怕就说声谢谢您老费心了呢？我这一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在水里，倒也不是图啥。算了算了，人又没救活，人家家里正悲痛着，有啥可谢的？大爷，不是您的错，谢谢您。要不是您把我捞上来，我哥连收尸都不知道去哪儿。您别怪自己，您已经尽力了。哥，你别哭，我不疼，你帮我个忙。去谢谢那位大爷，就这一个忙，求你。你是谁？你能看到我？别害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马上就可以给你哥哥托梦了。哥哥，小磊，是你吗？哥不是在做梦吧？你让哥好好看看你。哥。我的尸体是被一个老大爷从河里捞上来的，人家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你们帮我个忙，去感谢一下他老人家，买点水果过去，最好再做面锦旗，咱不欠别人东西。哎呀，咋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哥糊涂，哥对不住那位大爷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，不，我醒了就去。哥，爹妈走后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你为我辍学，为我钻车底拧螺丝，冬天舍不得给自己买件棉袄，
这辈子我没法报答你了，只希望下辈子换我来照顾你。是我没用，当哥的没本事，没保护好你。爹妈走了，我连你都没留住。弟弟，如果真的有下辈子，你投胎到哥家里来，哥还照顾你，当我的儿子。你爹妈没走完的路，我替你走完。哥，我如果投胎能投去我哥他做一家人，我不怕吃苦，就是想再喊他一声哥。见过殷帅大人。见过魏盼大人，见过魏盼大人。你便是陈毅吧？无需多礼，老夫早有耳闻。这次前来是有一桩投胎的事，想要麻烦魏盼大人。这位是于小磊，他生前是个好人，想求大人给他安排个去处。于小磊，你生前孝顺父母，敬爱兄嫂，广积阴德。父母离世后，与兄传相依为命，不怨天尤人，自力更生。虽遭同窗欺辱，亦未曾以恶报恶。虽无惊天动地之功，却有涓涓不息之善。本判自会为你安排一个好的来世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我就是做了些该做的事儿，没想到大人您都知道。于小磊，你来世想要投胎到什么样的人家呢？本判可以为你安排一户家境殷实、父母双全的善人之家，让你来世衣食无忧，平安顺遂。大人，我来世可以投胎到我哥嫂家吗？我想做他们的儿子。于小磊，你听清楚。以你生前积攒的功德，来世完全可以投身到条件更好的家庭，衣食无忧，父母健在，一生平坦。你确定要放弃这些，回到你哥嫂家中？他们的家境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并不富裕，且有丧子之痛尚未缓结。大人，我不想去别的地方。哥哥从小就照顾我，爹妈走后，他为了我辍学，为了我去钻车底拧螺丝，冬天自己舍不得买棉袄，把钱都省给我交学费。我这辈子还没来得及报答他，就走了。他这条命，为了我熬了大半辈子，我一定要回去报答他。钱不钱的不重要，能和我哥做一家人，比投胎到哪儿都强。善哉。施恩者不求回报，受恩者不忘根本。你兄长以血肉之躯为你撑起一片天，你转世之身报他半生守护之恩。天道循环，因果不虚，此愿可嘉，此情可悯。本判准了。去吧，待你嫂腹中胎儿成形之日，便是你重归家门之时。下辈子好好报答你哥，记得你欠他的不是恩情，是这一世未完的兄弟缘分。可还有别的事？没了，多谢魏盼大人。陈毅，你身为殷帅，责任重大。地府赏善罚恶，维系的是阴阳两界的平衡。你手握帅印，独来独往，阎罗王与4大判官对你寄予厚望，希望你不忘初心，坚守正义，不负这份信任。魏盼大人放心，您的教诲晚辈记在心里了，定当不负所托。请来。陈科长，4组组长吴一晨，雅士任务已结束，待组员回来向你报道。这是本次行动的全部报告。这是这几天我们整理出的近期案件资料，有不明白的随时来问我。科长，那我们就先回去研究任务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地上凉，跪坏了膝盖。大爷，我们来晚了，对不起，我是您上次从河里救上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哥哥，我们当时忙着他后事，把您的恩情给忘了。我是他哥，这是我的错。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给您道谢的，多亏了您忙前忙后把我弟弟捞上来，不然他连个收尸的地方都没有。大爷，我们家父母去世的早，弟弟的后事都是我们俩操持的。那几天我们忙昏了头，忘了来看您，还请您不要介意。您救的不只是我弟弟一条命，是给我们一家人留了个念想。我们至少能给他办个体面的丧事，能烧纸，能跟他说说话。没有您，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。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你们能来，老头子心里就舒坦了。只是可惜啊，那天要是再快半分钟，说不定能把那小伙子救回来。我在河边坐了好几天，总觉得就差那么一口气儿。哎，老了，水性不如当年了。大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已经尽力了。我弟在天有灵，也一定感激您的。他昨晚还托梦给我，让我一定亲自来跟您说声谢谢。就为了等他这句话，我才知道您这个人。行了，
他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俩也是好孩子，快回去吧。大爷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回去吧，让老头子我难过一会儿。小家伙，你来的真巧，你叔叔刚走你就来了，是你吗？是你，你回来了吗？你看，他说到做到了。走着。终于可以出发了，科长。水猴子，科长，我猜啊，那边是闹水猴子了，河里嘛，水猴子最爱干这种事儿，把人往水里拽，然后吓个半死。我看没这么简单哦。资料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那个被捞上来的人说什么山洞、什么雕像，水猴子可不会搞泥塑，他连自己的窝都从来不收拾，一堆烂泥巴。有雕像，说明是有脑子的东西。管他是什么，水猴子也好，山精野怪也好，只要害人的，通通劈了就是。看看，科长就是科长，就这淡定的姿态，咱俩在这猜了一路，人家心里早就把剧本写好了。跟着咱科长就是好，什么法器都不用带，什么材料都不用准备，就带2个人，一个开车，一个陪聊，到了地方直接干，干完收工回家。以前跟宋哥出任务，光备用罗盘就得揣3个，还得带一兜子符纸。好好看路，别等会儿到了地方，你先掉沟里。就那儿停吧。我就说吧，哪会这么简单，一点阴气都没有，干净的跟刚拖过的地板似的。水猴子过境必定留腥味儿，这里一夕娘必定留腥味，这里连一丝妖气的残渣都没有，说不定是这爱干净的水猴子每天刷牙洗澡还给自己喷花露水。你见过哪只水猴子刷牙？它连牙都没有，拿什么刷？伯伯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听说过这河里有金元宝的传闻吗？那都是乱传的。小伙子，你不会是专门从城里跑来找元宝的吧？上个月也有2个城里人开车过来，拿个铁锹在河边挖了一下午，挖出几个啤酒冰盖。你们这代人怎么连这种话都信？哪能啊，刚好路过这儿，想起以前听一个朋友说这条河挺神奇的，什么河里能看见金元宝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这不正好路过嘛，就好奇停一脚，真有元宝还能轮得到我？早让村里人捞光了。我在这里土生土长60多年了，从拆裆裤就在这条河里摸鱼，河底有几块石头我都数得出来，都没见什么金元宝，都是我们村有个娃娃前阵掉河里了，被人捞上来以后就开始满嘴胡话，一会儿说河里有金元宝，一会儿说大山洞有个妖怪，你说这不是瞎扯吗？他也不想想，金子怎么可能漂在水面上吗？肯定会沉底的呀。那娃娃也是怪可怜的，自从掉河里以后就没人信他的话，连他爹都说他脑子进水了。可我瞧着他别的时候都挺清醒的，就是一提那条河就犯糊涂，半夜做噩梦鬼叫鬼叫的。那这个人还在吗？住在哪儿？在啊，就那家。除了有时候乱说话，半夜做噩梦鬼叫鬼叫的，其他时候都正常。你们要是想去找他，他这会儿应该在家。看见那烟囱了没？他妈正给他做午饭呢。那娃娃叫大军，你叫他大军他就应你。你没有感应到什么吗？科长，我们感应是需要一点媒介的，光靠空气感应，我们还没修炼到那个段位。要是有个具体的东西让我们搭个桥，哪怕是模糊的影子也行。见过那东西的人行不行？活人当媒介应该比照片管用吧？那当然行，人是活的媒介，比照片好使100倍。你们找谁啊？我们这儿的河里有金元宝呀！我表哥听说上个月路过，说亲眼看见了一个这么大的，在水面上飘着。我们几个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，就想问问是真的假的。要是真的，我们也去捞一个。有，我亲眼见过，你们信我？村里人都说我胡说，说我掉河里之后神志不清，我爹都说我犯糊涂，可我是真看到了呀！我2只眼睛亲眼看见的，这么大一个元宝在水底下飘着，跟点了灯一样亮。你先别激动，慢慢说。哎，你肩上落了点灰，我帮你拍拍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雕像的表情跟活的一样，那绝对不可能是人雕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好像也在看我，我吓得转身就跑，一脚踩空，然后就从河里冒出来了。你们要是去找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河里的确有东西，有元宝，有山洞，还有个雕像，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做梦。我看到那个雕像了，浑身漆黑，眼睛的位置有2团暗红色的光，绝对不是善类。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不是凶，是邪，光是看着就觉得浑身发冷。那个山洞里不只有雕像，我感应到了别的东西，太快了，没看清是什么，但肯定不是人。先回车上再说。跳到水里就进入了别的空间，这不像水猴子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水猴子只会拽人下水，这听起来更像是有人专门设了个饵。有没有可能是平头阁的魂魄被带入了别的空间，他的身体还在水里扑腾，但意识已经被拽走了？说得通，他魂魄确实不在自己身体里，至少那几秒不在。我感应到的画面不是他眼睛看到的，是他魂魄去到的那个空间，难怪水底下找不到痕迹。既然你们感应到那个山洞了，现在能不能找到它的位置？不是河里的入口，是山洞本身的方位。
就在那座山半山腰有个洞口，被杂草盖住了，很近，开车过去几分钟就到山脚。好，出发。走吧，科长都进去了，咱俩还在这站着，丢不丢人？你们先出去。靠，这尼玛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别弄死，先困住，还得问话，弄死了就问不出来了。这么小的雷，跟上次劈猪腰那条差远了。姐，有用吗？科长引的雷虽然细，但胜在威武有力。细怎么了？够用就行。太溜了吧，还能自己编笼子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乃山中精怪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什么精怪？我说，我乃山魈，修炼成精，死后魂魄不散，在这山中蛊惑人心，让那些贪财的人奉我为神。金元宝是我变的，山洞也是我造的幻象，就是为了引人过来。我吸他们的阳气，他们以为在做梦，其实是被我抽干了。刚才那个小子跑得太快，我没吸几口他就醒了。所以河里有人跳下来，谁就被你拉进来，然后你吸他们的阳气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。等他们醒过来，身体已经被掏空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倒霉害死过人就吸几口，我就是饿了几百年了。这样作案是吧？等着，我找个真神来给你鉴定一下。